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 X 战警逆转未来。毁灭变种人的战争已经打响，企图帮助变种人的人类也被相继杀害，而变种人的下场更是异常的惨烈。人类利用瑞文以及其他同胞的基因，制造出了强大的武器——哨兵，他们足以模仿任何人的能力，还能够转换形态来对抗变种人。对于变种人来说，他们就是噩梦。新的营地即将沦陷，奋力抵抗的变种人近乎全军覆没。凯蒂将卢卡斯的意识传输到了过去，暂时躲避了这场危机。躲藏的变种人被哨兵四处杀害。查尔斯找到了凯蒂的藏身处，哨兵已经无处不在了。被呼唤来的狼叔陪伴着艾瑞克和查尔斯来到了营地。学院只剩下了波比、凯蒂以及刚力士。凯蒂利用意识传输挽救了许多变种人的生命。想要阻止一切，就必须要阻止崔斯克。70年的崔斯克就已经开始利用变种人做实验了，但是一直到1973年，瑞文为了变种人亲手杀死了他，瑞文也当场被活捉。政府意识到了变种人的威胁，于是投入到了哨兵的研发项目中。通过折磨瑞文，他们得到了他的 DNA。不到50年的时间，哨兵就已经能够量产了。只要阻止瑞文，一切就将彻底改变。想要将意识传输到几十年前的身体，就必须要有足够的承受能力。这个任务也只有自愈能力极强的狼叔能够完成。不管成功与否，他这一去必将改变历史。而除了他自己，所有人都将会失去现在的记忆。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比灭绝还要恐怖了。传输之前，查尔斯希望狼叔能够引导当年颓废的自己，他必须说服艾瑞克和查尔斯，让他们放下恩怨。波比和凯蒂做了最后的告别，将狼叔传输到了50年前。狼叔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，他睡了黑老大的女儿，遭到了手下的威胁，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成为金刚狼，还只能伸出骨爪。暴力解决一切问题后，狼叔立刻启程去寻找当年的查尔斯。而此时的崔斯克正在告知政府变种人的威胁以及自己的哨兵计划，但各位根本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儿。另外一边，瑞文已经伪装成军官来营救被活捉的变种人，包括艾利克斯。为了同胞不被崔斯克折磨，瑞文只好动手阻止了年轻的史崔克。他们齐心协力逃出了军营。狼叔来到了 X 学院，经过沙滩离婚后，查尔斯开始自暴自弃，只有汉克陪在他的身边。当狼叔说出他们需要艾瑞克帮忙时，查尔斯变得异常的愤怒，他把当年狼叔送给他们的话还了回去。Fuck off。如今失去一切的查尔斯只能够依靠药物来维持自己，他无法忍受脑中的各种声音，药剂让他失去了能力，但是也让他站了起来。查尔斯最终还是决定为了瑞文阻止事情的发生。艾瑞克因为刺杀总统被关在了五角大楼最底层，而狼叔恰好认识一个可以救出他的家伙。与此同时，瑞文伪装潜入了崔斯克的办公室，看着变种人被折磨致死，他流下了眼泪。狼叔三人通过最原始的方法找到了快银 Peter 的住处，家里只剩下了妹妹和妈妈。Peter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能力，他们告诉了 Peter 此行的目的，还证实了自己也是变种人的身份。来到了五角大楼，Peter 已经制裁了保安，亲自去给艾瑞克送饭。提醒了艾瑞克之后，他很快将玻璃震碎，将艾瑞克带出了牢房，还告诉艾瑞克自己老妈也认识一个控制金属的男人。同时，查尔斯和狼叔伪装成了 CBFBCID， 敲翻了门口的安保，见到了艾瑞克就是一拳，以示友好。警察已经赶到，艾瑞克准备动手的时候，警察已经开枪了。此时时间突然变。狼叔告诉了艾瑞克将要发生的事情。沙滩之战过后，快乐风男等人全部被史崔克折磨致死，两人大吵一架。狼叔也只是淡定地抽着雪茄，见怪不怪了。晚上两个人下着棋聊着天，仿佛重归于好。崔斯克带着史崔克来见各国军官，他希望他们能够赞同资助他哨兵计划。伪装的瑞文突然现身，企图杀死崔斯克。偷袭的史崔克也被艾瑞克搞懵逼了。狼叔看着倒地的史崔克，回忆起了过去。而艾瑞克为了阻止哨兵想要杀死瑞文，子弹在控制下拐弯击中了瑞文，
狼叔也因为史崔克逐渐失去了控制，身体不自觉地刺伤了凯蒂。为了保护瑞文，汉克变身与艾瑞克厮打起来。艾瑞克困住了他，但是瑞文已经混入人群中逃走。混乱的现场引起了各种媒体的围观，政府也意识到了变种人的威胁，总统只能同意了史崔克的哨兵计划。艾瑞克给自己缝着伤口，瑞文的血液也被政府所提取，决定前去找到瑞文，结果反被瑞文找到。艾瑞克告诉了瑞文未来发生的事情，他们此时已经提取到了 DNA， 哨兵计划可能因此提前。艾瑞克想要开战，而瑞文只想着复仇。查尔斯没有注射药剂，导致失去双腿恢复能力，最终他放弃了依靠药剂，接受了自己轮椅上的生活。再次坐上轮椅的查尔斯来到了许久不用的大脑之中，但他无法集中自己的能力，他的内心已经对自己失去了信心。狼叔为了唤醒真正的教授，让查尔斯通过自己的意识见到了老查尔斯，唯有自己才能打开自己的心结。老查尔斯告诉他，犯过一次错并不代表无力挽回，他鼓励了自己，让他见到了真正的希望。回到现实后，查尔斯也释怀了一切，重新成为了教授。与此同时，崔斯克已经对瑞文 DNA 有了巨大进展，哨兵 Mark 1已经开始生产，艾瑞克也潜入到其中。艾瑞克操纵着金属进入到了哨兵体内，这样他就拥有了自己的军队。重振旗鼓的查尔斯通过大脑警告瑞文，他不希望瑞文走上一条不归路，但不管如何劝解，瑞文都已经下定复仇的决心。睡不着的汉克突然听到了瑞文的动静，瑞文不希望惊动查尔斯，多年不见，旧情突然复燃，两人突然燃起了激情，但汉克却临阵脱逃，他还是无法接受自己的样貌。瑞文再一次提醒了他，要以自己是变种人而骄傲。现实世界末日依旧降临，凯蒂已经被狼叔误伤，坚持不了多久，现在只有找到失踪多年的淘气，才能够继续让狼叔改变历史。淘气此时正在学院被折磨改造，他们立刻起身去搬救兵。两个不同时间线的艾瑞克做着不同的选择。未来的艾瑞克来到了学院，救走了被折磨的淘气；过去的艾瑞克来到了五角大楼，拿走了自己的头盔。准备带淘气离开时，遭到了大量哨兵的袭击。为了给老艾瑞克拖延时间，波比独自抵抗了哨兵，献出了生命。成功逃脱的老艾瑞克在老查尔斯的陪同下摆脱了追兵，飞回了营地。波比离开了，淘气吸收了凯蒂的能量，继续帮助狼叔。而瑞文已经破坏了大脑，他们已经无法按照大脑再次找到瑞文。照目前的情况发展，未来只会变得更加糟糕。他们前往哨兵发布会，狼叔告诉查尔斯，你一定要努力找到我们，保护好镭射眼、暴风女，保护好所有人，特别是秦。未来世界，哨兵已经大批进攻他们的藏身地，老艾瑞克亲自去守护家人，同时哨兵的发布会也正在进行。场面人老万操控了整个体育场，准备刺杀的瑞文也被查尔斯阻止，哨兵被艾瑞克控制杀向了人类。而同样的未来，哨兵也群体出动杀向了变种人。老艾瑞克协助暴风女阻止了一部分哨兵，自己却受了重伤。追杀而来的哨兵也夺走了暴风女的生命，未来已经伤亡惨重。为了拖延时间，仅剩的变种人接二连三地牺牲了自己。老艾瑞克也利用自己最后的力量为家人搭建了最后的堡垒。凯蒂及时救出了他，两个人终于不再是敌人了。过去的时间线，艾瑞克已经撑起了全场，查尔斯也被压在废墟之下。狼叔拼命阻止，却被钢筋控制，最后被艾瑞克丢到了湖里。藏在地下的崔斯克被艾瑞克拔了出来，全世界都在目睹着这一切。他告诉了全世界的同胞，没有人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。瑞文伪装成总统，击中了艾瑞克的脖子。他即将犯下致命的错误时，查尔斯再次定住了所有人。查尔斯从来没有对瑞文失去过希望。未来世界，哨兵已经杀向最后的防线。这种真挚的友谊最终感化了瑞文，让他放下了枪。当他放下枪的瞬间，未来被成功逆转，一切都没有发生。人类看到了变种人的善良，查尔斯放走了瑞文和艾瑞克，他对最好的朋友一直坚信不疑。狼叔醒了过来，未来世界充满了温馨与和平，学生们依旧在上课，波比、淘气依旧互相依偎着，所有人都没有离开，特别是秦和镭射眼。狼叔拯救了世界，只有查尔斯读出了一切。过去的狼叔被打捞上来，而瑞文伪装成史崔克带走了狼叔。片尾中，变种人的祖先天启正在搭建着金字塔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关注订阅瓜皮儿的栏目，下一期 X 战警天启。